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获得大脑认可的最强集中力》这本书。该书的作者林承之是日本大学的名誉教授，同时也是一位神经外科医生。林教授通过最新的脑科学研究，揭示了一些可以立即实践并且效果显著的提升集中力的方法。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对集中力的错误认知；第二，无意识中导致注意力下降的习惯；第三，提升集中力的具体技巧。首先是第一部分，对集中力的错误认知。总是容易感到厌倦，无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即使努力想专注，也提不起劲来。一旦勉强开始，往往很快就会感到厌烦。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各种建议层出不穷，比如消除不必要的干扰，创造安静的环境，摄入有助于提高注意力的食物，使用专为集中设计的椅子或灯光，点燃芳香精油等等。这些建议确实有一定的帮助，因为改善环境是提升集中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即使采用了这些方法，如果不了解集中力的本质，效果也可能不尽如人意。那么，集中力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林教授曾问过一些培养运动员和奥运选手的教练，什么是集中力呢？大多数人的回答是，集中力就是专注于某事。这个定义听起来特别难以捉摸。在这本书中，林教授将集中力定义为精神的力量，即坚持完成决定要做的事的力量。他还指出，集中力的本质在于我们的大脑，大脑中存在一种产生集中力的机制。了解这一机制将有助于理解集中力的本质，从而知道如何更好地发挥集中力。集中力与情感密切相关。当我们面对自己喜欢的事物或觉得有趣的事情时，往往能够长时间地保持专注，不会感觉到厌倦，甚至会忘记时间的流逝。这种沉浸的状态，相信大家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当您能够持续进行一项活动，且忘记时间的流逝时，这就是集中力得到充分发挥的状态。因此，大多数认为自己缺乏集中力的人，其实只是缺少了集中注意力的条件。您的集中能力是具备的，只要为其创造合适的条件，您的集中力就会大大提升。那么，当集中力不起作用时，通常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无法持续专注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内心某处对这件事感到不情愿，或认为做了也没有意义，甚至觉得即使努力了，也不会得到多少认可。一旦觉得无趣，大脑就会停止思考和记忆。由于我们每天会接触到大量的信息，大脑必须排除不必要的信息，以防止信息过载。这种机制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因此我们往往无法察觉，从而陷入到我无法持续集中注意力的思维模式，形成无法专注的恶性循环。集中力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是自发的全力投入到所决定的事情中的能力。在当今社会，效率和成果被高度重视，即使是不喜欢的事情也必须完成。但考虑到集中力产生的机制，现代人生活在一个难以培养集中力的社会环境中，因此感到无法集中注意力的困扰是不可避免的。首先，了解到这一点，你会意识到自己缺乏集中力的想法是错误的。真正的问题在于环境和条件的不够理想。认识到这一点是提升集中力的第一步。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无意识中导致注意力下降的习惯。引发无意识中注意力下降的最大诱因是带有否定含义的言辞和消极情绪。正如之前所提到的，人类大脑天生无法在自己讨厌、无趣或感到辛苦的事情上保持注意力。因此，当我们使用带有否定含义的词语时，大脑的防御机制就会自动启动，导致注意力的下降。只要稍微留意一下他人的对话，您就会发现，许多人其实在很随意地使用否定性的词汇。如果您常常挂在嘴边的是“那是不可能的”“好累啊”等词语，或者您经常随口说“这太难了，我做不到”，那么我建议您从现在开始尽量减少使用这些否定性的词汇。
当否定性词汇进入我们耳中时，大脑会做出这个信息不重要的反应，从而降低注意力。不论是自己说出的，还是听到别人说的否定性词汇，对注意力的负面影响都是一样的。然而，虽然我们可以选择不去听他人的话语，但自己说出的否定性词汇却无法逃避，大脑会毫无遗漏地捕捉到它们。因此，不让否定性词汇成为口头禅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光是想到否定性词汇，我们的注意力水平就会下降。当您准备投入到某件事时，如果心中闪过“真麻烦啊”或者“糟了，这看起来很难”的念头，注意力就会立刻下降，甚至对这件事的积极性也会减弱。如果在集中精力做某件事时，心里突然冒出“好累啊，真不想干了”或者“我再也做不了了”这样的想法，大脑的自我奖励系统会立即停止运作，注意力也会随之中断。在职业体育中，注意力稍有分散就可能导致结果的巨大变化；而在商业场合中，即使注意力稍微分散，结果可能不会立即显现出来，但如果这种分散持续积累，就可能导致重大的错误。相反，很少使用否定性词汇的人，无论是在工作、学习还是体育活动中，都更容易取得优异的成绩。否定性词汇和消极情绪即便只产生一瞬间，也会影响注意力的集中，而且这种影响常常是在无意识中发生的。只要有意识地减少日常生活中的否定性词汇，就能逐渐提升注意力的集中力。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导致注意力下降的禁忌词汇，例如“差不多可以了”和“就这样吧”，这两个词汇是典型的注意力杀手。当您准备去做某件事，却在移动到目的地时忘记了自己要做什么，这并不是因为记忆力的减退，而是大脑的机制在作祟。通常情况下，当你回到原来的地方，回忆刚才发生的事情时，往往能想起自己要做什么。大脑有一个特点，就是会对新的信息做出反应。如果您在某事进行到一半时被打断，或是突然想起了别的事情，大脑就会立刻转移注意力，导致您忘记刚才要做的事。这种大脑的特性同样会影响注意力的发挥。刚才提到的“差不多可以了”和“就这样吧”这两个词汇，会因为大脑的这一特性而导致注意力的中断。当您心中产生“差不多可以了”或“就这样吧”的想法时，大脑的自我奖励系统就会判断不需要再继续下去，从而停止集中思考。这时候，如果您开始做别的事情，大脑会立即对新的信息做出反应。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当您想重新集中精力时，往往发现已经难以恢复之前的注意力。集中力就是完成既定任务的能力。如果您常常以“差不多可以了”或“就这样吧”作为口头禅，就会养成在任务完成之前就放弃的习惯，从而无法培养出完成既定任务的集中力。因此，为了培养出集中力，从今天开始，请和否定性词汇一起彻底戒掉这两个词汇吧。接下来是第三部分，提升集中力的具体技巧。在这里，我将给大家介绍提升集中力的3个有效技巧。首先是第一个技巧，保持良好的姿势。姿势对工作表现有着极大的影响。也许有的人会疑惑，姿势与集中力有什么关联呢？正确的姿势能让身体不容易感到疲倦，从而让大脑也不易疲劳。这不仅有助于集中注意力，还能帮助持续保持集中力。如果姿势不正确，身体的重心会倾斜，视线也会随之偏移，导致大脑接收到的左右眼信息产生误差。这种误差使我们难以准确理解外部信息，进而影响对事物的判断。信息的偏差还会引发大脑整体功能的下降，削弱集中力、思考力和理解力。此外，姿势不良还会降低身体的控制能力，使身体更容易疲劳，并且对运动表现也有负面影响。这也是为什么顶级运动员中几乎没有姿势不良的人。无论是站姿还是走路姿势，若不美观，就难以发挥出高水平的表现。要保持正确姿势的关键在于保持水平视线，挺直背部，
并确保左右肩胛骨的高度与地面平行。请大家牢记这3点，努力维持正确的姿势。接下来是第2个技巧，保持桌面整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需要在某些关键时刻集中注意力，例如在紧要关头发挥全部实力，或者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任务。如何在这些时刻集中精力，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挑战。工作任务堆积如山，需要迅速处理，但却迟迟无法开始下一项任务。考试临近，尽管需要学习下一门科目，但却无法集中注意力。这种情况可能很多人都曾经历过。而难以开始下一件事的原因，很可能在于您的桌面环境。在你手边随时可拿到的位置，可能放着与工作或学习无关的杂志、漫画或手机，或者之前的工作材料仍然堆在桌上。这些与当前任务无关的物品，可能会干扰您的集中力。正如之前所述，大脑对新信息有瞬间反应的习惯。若周围有无关的东西，注意力就会被分散，导致无法集中在当前任务上。因此，应该及时整理好桌面环境。尽管姿势和桌面整洁可能是您从小就被告知的基本常识，但这些基础的事情却能够极大地提升集中力。而你也可能发现，真正能够做到这些理所当然的事情的人并不多。希望您能再次审视自己的姿势和桌面环境。接下来是第3个技巧，转换心态，保持集中力到最后。经常有人在工作接近尾声时突然集中力下降，明明只差几步就完成了，却难以坚持到底。这是因为一旦意识到快要结束了，放松的情绪会降低集中力。在工作、学习或运动中，当您觉得快完成了或再坚持一下就能结束时，往往会导致速度下降或效率降低。因为一旦您意识到即将结束，大脑的奖励系统就会停止运作。因此，保持集中力直到最后非常重要。然而，即使知道这一点，不去想快结束了，或不再需要努力了，仍然很难。因此，与其强迫自己不去思考，不如尝试转换心态。关键在于告诉自己，从这里开始才是关键，才是最后的冲刺。通过这样简单的心态转换，集中力就能持续到最后。希望您能尝试一下这些技巧，并从中获得提升集中力的经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